就在剛剛，川普憤怒地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證實了美軍最頂尖的 H-64阿帕奇戰鬥直升機在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給擊落了。消息一出，美國中央司令部計劃展開瘋狂報復，整個波斯灣上空的戰火瞬間點燃。但是各位，伊朗到底是怎麼躲過美軍嚴密的防空封鎖，擊落阿帕奇的？為什麼有的軍事專家即使在川普發文親自承認後，依然十分肯定地說這不是擊落，是美軍的陰謀呢？與此同時，美軍的報復行動也一改常態。為什麼整個事件處處透着反常呢？讓我們回到中東這場事故現場，一起看看這中間到底藏着什麼秘密。伊朗擊落了阿帕奇，這件事本身就十分離譜。我們先把時間推回到事發當天的霍爾木茲海峽。雖然最近烈度下降，但這地方就是個一碰就炸的火藥桶。當時2架美軍的 H-64阿帕奇直升機正在執行例行的海上巡逻任務，他們的工作很簡單，就是盯着伊朗那些像蒼蠅一樣滿海亂竄的革命衛隊武裝快艇，確保自家的油輪別被騷擾。阿帕奇這款直升機大家都很熟了，它號稱是會飛的坦克，全身上下裝滿了最頂級的防衛黑科技。如果有敵人的雷達鎖定它，警報馬上就會響；如果有肩射飛彈打過來，它的飛彈警告系統會自動偵測尾焰，然後狂撒熱焰彈去干擾。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沒有任何預警的把一架阿帕奇給揍下來，這在現代空戰邏輯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見鬼的事就這麼發生了。根據僚機飛行員事後極其震驚的回報，當時雷達沒有預警，肉眼也沒有看到任何飛彈吐出的白煙，就只是在那短短的一瞬間，長机的機身突然像是被什麼看不見的東西給重重撞擊了一下，接着整架阿帕奇瞬間失去控制，尾旋翼徹底停擺，就像個大石頭一樣直接栽進了波涛汹湧的波斯灣。2名美軍飛行員生死未卜。事情发生後，華盛頓這邊的反應可以說是如臨大敵，但也充滿着極度的困惑。如果是以前美軍直升機在伊朗家門口被飛彈打下來，五角大廈的發言人肯定第一時間衝到麥克風前面，指着伊朗的鼻子破口大罵。但這次五角大廈卻罕見的極其謹慎。為什麼？因為他們有點懵了，雷達沒抓到任何飛彈軌跡，也沒看到火光，一架頂規的武裝直升機就這麼莫名其妙的在空中解體。為了避免誤判和摸清是什麼黑科技武器之前，美軍不會亂下定論。中央司令部第一時間下令，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直接拉響最高級別的戰鬥警報，所有戰機掛彈待命。而更詭異的是伊朗那邊的反應。大家想一下，以前哪怕是美軍自己失誤造成的損失，還要拼了命的宣傳，說是伊朗軍隊神威。但這次面對摔在自己家門口的美軍王牌直升機，伊朗官方竟然出奇的安靜，安靜的讓人發毛。這種讓人窒息的高压靜默，連24小時都沒撐過。隔天一早，整個風向迎來了極其暴力的180度大轉彎。川普直接在網絡上開罵，明說就是伊朗幹的好事，而伊朗革命衛隊也立刻撕破臉，進入最高級別的戰備狀態。這種前一天還安靜的要命，隔天就直接拔槍互指的反轉，絕對不尋常。白宮的官僚們在一夜之間究竟想出來什麼招式？到底是一台什麼樣神出鬼沒的機器，直接撞碎了美軍的王牌直升機，甚至讓伊朗官方一開始因為闖了大禍而嚇得不敢出聲。所以美國人到底在波斯灣的海水裡撈到了什麼，會讓他們瞬間撕破臉？答案揭曉，在阿帕奇斷裂的尾旋翼殘骸裡，美軍打撈到了明顯的外來物碎片。經過比對，這根本不是防空飛彈的碎片，而是一架伊朗制的軍用無人機。沒錯，把這架阿帕奇硬生生從天上扯下來的是一架伊朗無人機。真相一曝光，整個國際輿論場瞬間炸鍋。關於墜機的原因，台面上馬上吵成兩派。第一派是華盛頓官方的定調，蓄意謀殺。他們指控伊朗根本是喪心病狂，居然把廉價的無人機當成自殺載具，在空中搞伏擊，這是赤裸裸的戰爭行為。但另一派，也就是那些真正在中東跑情報的專家，他們更傾向於這有可能是一場搞砸了的空中車禍。大家要知道，在霍爾木茲海峽，美軍和伊朗革命衛隊玩這種貓抓老鼠的遊戲，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伊朗的無人機平时最喜歡幹嘛？就是去挑釁美軍，故意飛得離美軍的軍艦和直升機非常近，搞伴飛，搞挑釁，然後拍幾段影片發回國內搞大內宣。情報圈的猜測是，當時那個在遠端操控伊朗無人機的操作員可能想玩個花招，故意貼着阿帕奇的死角飛，結果這老兄的技術太爛了，手裡的搖桿一個沒拉住，幾百公斤重的無人機直接偏離航道，死死撞進了阿帕奇最脆弱的尾旋翼裡。直升機的尾旋翼一旦被异物卡死，整架飛機瞬間就會像陀螺一樣失控墜海。這根本不是精心策劃的擊落，而是低級的交通事故。這也是為什麼伊朗官方一開始嚇得不敢吭聲的原因。
就在全世界都在為到底是襲擊還是車禍吵得不可開交時，火力軍卻發現了一個問題。今天我們就拋開媒體上那些表面口水戰來推演一下。各位，請大家想一個關鍵問題：阿帕奇為什麼沒有提前發現這架無人機？那可是 AH-64 阿帕奇，它的機頭塞滿了全世界最頂級的目標搜尋與標定系統，能在幾十公里外看清楚地上的皮卡車。就算他那天沒開雷達，飛行員的肉眼也看不見嗎？一架幾百公斤甚至幾公尺寬的無人機，就這麼大搖大擺地靠近你，甚至貼到你的尾旋翼上。阿帕奇的機組員怎麼可能毫無防備，連一點規避動作都沒做？所以這會不會就是美國人自導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大家回想一下歷史，當年越戰是怎麼全面爆發的？就是著名的東京灣事件。美國人聲稱自己的軍艦被北約攻擊，借此拿到了國會的開戰授權，想要名正言順的開戰，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自己先受點委屈。有沒有一種可能，美國早就侦測到了這架烦人的伊朗無人機，但在白宮和五角大廈的某種極度機密的默契下，現場指揮官故意放水，甚至主動讓直升機保持在一個容易發生碰撞的航線上，用一架幾千萬美金的直升機去換一個可以徹底摧毀伊朗核設施或者全面修理革命衛隊的完美開戰借口，這筆買賣在那些政客眼裡絕對划算。究竟是伊朗菜鳥造勢，還是美國蓄意設局？在波斯灣這個充滿謊言和算計的修羅場，真相早就跟着那架阿帕奇一起沉入海底了。有人會說火力軍陰謀論，但後續的營救計劃也充滿着不同尋常。美軍甚至試驗了一項首創技術，參與營救。講到這裡，先賣個關子，別忘了大海上還有2名正在面臨被捕和失溫風險的飛行員等着我們去營救。不管墜機的原因多有爭議，擺在美軍面前最急迫的是那2名飄在波斯灣海面上的阿帕奇飛行員。當時的雷達熒幕上，伊朗革命衛隊的好幾艘高速武裝快艇正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全速朝着墜機地點狂飆。一旦美軍飛行員被活捉成了人質，美國在這場博弈中就淪為被動了。美軍有一套這個星球上最強悍的戰鬥搜救體系。大家回想一下，前陣子美軍在敘利亞克邊境營救那名武器官是怎麼幹的？一旦有人落難，整個戰區立刻沸騰，天上有 A-10攻擊機或者 F-35盤旋，提供絕對的火力壓制。接着2架全副武裝的普魯鷹直升機殺入現場，海豹突擊隊或者空軍特戰伞降救援隊直接鎖降，硬生生把人從休戰區給搶回来。這套成熟的暴力救援 SOP， 美軍玩了幾十年，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但是比起在陸地上有建築物和掩體可以躲，在海上搞搜救，難度和凶險程度簡直是地獄級的。海面是一片平坦，落水的飛行員根本沒有地方可以隱蔽，而且波斯灣的洋流極其複雜，加上对方的武装快艇時速動輒飆到40-50節，在缺乏遮掩物的海面上，直升機如果悬停救人，簡直就是敵軍肩射防空飛彈的活靶子。按理說，面對這種10萬火急、難度又極高的海上搜救，中央司令部應該立刻把航母上精锐的特戰救援队派出去。但讓人傻眼的是，美軍並沒有這麼做，他們居然把傳統的救援直升機按在了甲板上，反而做了一場實戰實驗。他們派出了一台完全由 AI 控制的隱形無人快艇去救人，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由 AI 在敵軍眼皮子底下執行這種高風險的真實營救。根據一些情報的分析，這台 AI 無人艇的表現確實像科幻電影一樣誇張。它貼着海面低速航行，全電馬達沒有任何噪音，雷達反射面積小到在伊朗人的熒幕上就像一塊漂浮的破木頭。它全程保持无線電靜默，純靠 AI 算法和被動感測器精準捕捉到了飛行員救生衣上的信標訊號。就在伊朗快艇的探照燈還在海面上四處亂掃的時候，這艘幽靈般的無人艇絲滑地繞過了敵軍的搜索網，悄悄滑到飛行員身邊，把人一接，馬力全開遁入黑暗。當伊朗人趕到坐標點時，海面上除了一點航空煤油，連個鬼影子都沒抓到。這次試驗無比成功，也再次證明美軍簡直活在未來。但你還記得前面火力軍的推測嗎？為什麼在這生死存亡的幾十分鐘裡，美軍敢把自家王牌飛行員的命交給一個從沒在實戰中驗證過的 AI 設備？萬一這台無人艇中途 AI 宕機了呢？萬一他找不到人呢？各位想象一下，2名飛行員迫向海面，生死未卜，一旦出現傷亡，國內輿論將會瞬間淹沒白宮，民憤高漲。假如你是川普總統或者軍方高層，你是選擇毫無實戰經歷的新技術，還是會選擇已經經歷過無數實戰驗證、安全係數更高的方法呢？除非這台第59特遣隊的 AI 無人艇從一開始就已經在墜機海域附近待命了，除非這整起事件從直升機墜毀到無人艇下水救援，根本就是精心策劃的一場借口，飛行員故意墜機，提前準備好進入營救區域。
那麼無論真相到底如何，伊朗不會放過這個宣傳內容。他們沒有直接表態，而是從側面肯定這次襲擊。在阿帕奇墜毀的事實下，美軍到底在謀劃什麼呢？對於在白宮戰情室裡的川普來說，這簡直是完美的劇本。你伊朗的無人機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反正撞了我的王牌直升機，這麼好的機會必須要抓住。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在滾動連線，所有人都以為接下來絕對是美軍的全面報復，美軍的轟炸機絕對會傾巢而出，把德黑蘭炸成一片火海。幾個小時後，美軍的報復確實來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神盾驅逐艦打出了數十枚戰斧巡弋飛彈，從卡塔爾起飛的 F-35 隱形戰機也悄悄切入了伊朗南部的空域。但這場讓全世界提心吊膽的報復性打擊結束之後，各路情報機構看着戰損報告全都傻眼了。沒有大規模的地毯式轟炸，甚至連伊朗革命衛隊的軍官都基本沒有損傷，整場空襲的傷亡人數無限趨近於零。美軍的飛彈就像長了眼睛一樣，專門挑在深夜避開了所有的兵營和市區。他們的目標極其單一精確，直接襲擊了伊朗南部海岸的幾個核心對空雷達站、防空飛彈陣地，以及伊朗自衛隊的無人機起降基地。空襲結束後，西方主流媒體馬上開始帶風向，一堆名嘴在電視上分析，說川普其實還是怕了，說美軍這種不流血的打擊展現了極大的克制，是為了給雙方找個台階下，避免第6次中東戰爭全面爆發。真的是這樣嗎？大家仔細想一想，美軍炸掉的是什麼？是雷達，是防空飛彈，是無人機基地。如果美軍借此全面突襲伊朗，難免在國內外留下把柄，因为僅僅一個直升機墜毀，飛行員安然無恙，就直接全面戰爭了。美國是世界領袖不假，但強大的代價也是很明顯的，會被輿論死死盯着。美軍的每一次行動必須有充分的理由，報復要相對對等，不能對方剛下注就直接梭哈。你看伊朗就陷入了兩難，咽不下這口氣，想要開火反擊。不好意思，美軍的襲擊沒有任何傷亡，結果你現在發射彈道飛彈去炸美軍基地，造成了美軍傷亡。那在國際法理和輿論上，主動把事態升級、挑起全面戰爭的黑鍋，就死死扣在了伊朗頭上。到時候美軍全面開戰，簡直是名正言順。但如果伊朗選擇吞下這口惡氣，隱忍不發呢？那恭喜伊朗，你的南部領空現在已經成了裸奔狀態。美軍拔掉了你的對空雷達，打下了你的防空網。這意味着從今天起，美軍的隱形戰機，甚至是非隱形的大型轟炸機，只要想來，隨時可以像逛自家後花園一樣飛進你的領空。誰能懷疑美軍的能力到底能不能做到？他們只是一點點地勒緊伊朗脖子上的繩子。這種零傷亡的火力覆蓋，不僅在戰術上徹底剝奪了伊朗的制空防禦能力，更在心理上把伊朗的高層逼到了崩潰的邊緣。伊朗的官方媒體這下徹底啞火了，想要大內宣說自己損失嚴重，可是沒傷亡啊。況且伊朗側面承認先動手擊落美軍直升機的是伊朗先挑事的，怎麼成受害者了？想要說美軍軟弱，可是自己的防空網已經被炸出了一個大洞，這種啞巴吃黃連的窒息感比挨了幾百噸炸彈還要難受。這就是美軍的戰爭藝術，在很多人的意識裡，美軍靠的一直是科技領先，但是他們的戰術思維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回過頭來看這起震驚世界的海峽驚魂，一架便宜的伊朗無人機，一次不論是意外還是早有預謀的空中碰撞，竟然在短短24小時內上了這麼多層驚心動魄的博弈，從前線指揮官的碰瓷疑雲，到 AI 無人艇的活體實戰救援，再到最後美軍那套直扎射時不傷人的鋪路戰術。在這個火藥桶裡，大國之間的博弈早就超越了單純的比拼火力。誰能把政治算計、輿論操縱和高科技武器結合得最完美，誰就能在這場沒有底線的賭局裡通吃。好了，今天關於阿帕奇被擊落的故事就聊到這裡。你認為這起事件到底是伊朗菜鳥搞砸的空中車禍，還是美軍為了開戰借口自導自演的碰瓷呢？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深度看法。如果你喜歡這種從商業和邏輯視角拆解戰爭的方式，別忘了點讚訂閱。我是火力軍，咱們下期再見。